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不管水壶、水垢、茶垢多脏多厚，教你一个妙招，水垢自动掉下来，简单又干净。像这种的热水壶，相信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好几个，至少也有一个，它用起来非常方便，尤其是烧水，几分钟就可以把一壶水烧得滚烫滚烫的，既省时还不耗电。因此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这个热水壶虽然非常好用，但是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水垢，贴在内壁上面抠都抠不下来。很多朋友遇到这种情况，就会选择用钢丝球去刷去洗。钢丝球虽然很可能会把上面的脏东西刷下来，但是刷完之后，热水壶的内壁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划痕。不仅看起来不美观，而且也大大的缩短了热水壶的使用寿命。这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。今天教给大家一招，其实想要去热水壶里面的水垢水渍，非常的简单，掌握好技巧，简单几分钟就能将它清除干净，洁净如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像我家的这个热水壶，自从买回家之后就没洗过，大概2-3个月的时间。里面就长满了水垢，每一次煮出来的开水都是沉淀，非常难喝，而且喝起来也不健康。所以本期视频就来对付它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妙招吧。说的这么神奇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一样小东西——小苏打。我们将小苏打撒入少许在水壶里边。跟着加入少许的白醋，这时它们就会出现剧烈的反应，不过这都是正常现象。现在开启电源，将它煮沸。之所以说小苏打可以轻松地去除顽固的水垢，其实就是因为小苏打是一种碳酸氢钠，虽然是弱碱性的，但是和水垢一起，还是能够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。不过二者反应了，需要一些白醋作为反应场所。很多人都会觉得水垢没有什么，只是水壶多了点东西罢了，全然不知水垢会产生多大的危害。首先，热水壶烧水是通过外部向内部导热的，但是有所了解就知道，水垢导热性很差，附着在水壶内壁上的就会影响传热，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能量的浪费。其次，水垢虽然顽固不落，平时在烧水的过程中，难免都会随着水一起喝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，而且水垢里面还有许多重金属离子，如果长期饮用带有重金属离子的水，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巨大的伤害的。就一直煮沸1-2次，里面的水垢就基本脱落了，只剩下少许比较顽固的部分。看看这些水垢污渍，要是长期被我们喝下去，那真是不敢想象。所以定期清洁水壶就很有必要。这时水壶里边呢还会有少许的污垢，不要着急用钢丝球去刷洗，我们还要做下一步的处理。先加入小苏打，跟着倒入白醋，然后准备一块橙子皮，撕成小块放入水壶中，跟着倒入刚刚烧开的热水，盖上盖子，像我这样使劲摇晃，这样我们既能把水壶清洗得很干净，而且还能去除异味。就这样持续摇晃2分钟，听到里面哗啦啦的声音，这就是橙子皮和水壶壁在摩擦。
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水壶里面已经很干净了。如果问题比较严重，那么我们还需要用百洁布去洗一洗，擦一擦，才能把它清理得更加干净。我这里用的是厨房毛巾，只需要用厨房毛巾轻轻的来回多刷洗几次，上面的水渍轻松的就被刷洗下来了，而且也不会对我们的热水壶造成任何的刮痕和损伤。刷好后，再把里面的脏水倒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热水壶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，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水渍，非常的干净，感觉我家的热水壶刚买回来的时候就如此干净一样，亮晃晃的，还反着光呢。再来看一看，从水壶里面倒出来的这些水，里面的大量沉淀已经沉在了我们的盆子底部，清晰可见，一块一块的，十分明显。那么茶壶里面的水垢去掉了之后，像咱们茶壶外面的这些水垢、水渍，以及其他长时间攒下来的一些污垢，我们也需要将它清除干净。这里不需要特殊处理，我们只需要找一张纸巾，然后在纸巾上面倒入适量的白醋，将纸巾润湿。纸巾完全润湿之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擦我们的热水壶外面，哪个地方脏就擦哪里，越脏的地方就多擦几次，尤其是有一些油渍污渍的地方，可以反复的用这个方法多擦一擦。白醋在很多人的眼里只是一种调味品，殊不知它还具有很好的清洁软化作用，用来清洁我们的电热水壶再好不过了。这一面完全擦干净后，我们再换一面，把这一面也擦一擦。每一个地方都擦好之后，现在我们用一条干毛巾把热水壶上面的白醋残留擦干净，这样水壶原本的样子就渐渐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亮闪闪的，一点污渍都没有，十分的干净，不要落下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要将它擦干净。把上面的白醋残留擦干净之后，现在我们的水壶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，根本想象不到它刚出现的时候的那个脏脏的样子，里里外外都通透干净无比。其实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我们老一辈的人在很早之前就在用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忘却了而已。如果你家的电热水壶也有同样的烦恼的话，赶紧试一试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方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